入赘？这辈子是不可能入赘的。瑶池峰已经5年没有收到新的弟子，其他17峰对此已经十分不满。入赘天灵峰，无论是对你还是瑶池峰都是最好的。宗主，您真的认为这是最好的选择吗？什么？天灵峰峰主何秀嫉妒我师尊瑶池仙子良久，入赘不过是来折辱我瑶池峰。你若是不愿入赘，其他17峰峰主将一起弹劾你，届时你的峰主之位将……无论如何，我都不能让师父的心血为笑柄。罢了，正午收徒大典，你好自为之。恭送宗主。师父，已经100年，为什么我还不能筑基？数十年前，我穿越进这个世界，也是在那天，我因一屁股揍死一头妖兽，救了我的师父。仙女，你愿意当我的弟子吗？师父是太玄天宗18峰峰主，仙门看似平静，实则暗藏诡谲，比如那个女人。哟，这不是瑶池峰的弟子吗？你是？切，和你师父一样不堪一击。你竟然敢偷袭我！你可知偷袭峰主该当何罪？是你违反门规在先。那你倒是说说，我违反了哪条门规？我太玄仙宗自创立之日起就定下规定，同门不可相残。你是说，连这个普通人都不如的货色，是我们太玄仙宗的同门？楚风是我徒弟，自是太玄仙宗的同门，反倒是何峰主。我怎么了？你明知楚风是我徒弟，还蓄意为难。何峰主是想挑起宗门内斗吗？你再有下次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可5年前，师父为寻神器，毅然前往大荒最危险的生命禁区后，就杳无音讯。我虽代理瑶池峰峰主一人，可始终实力低微。看来今日师父这基业是守不住了。万倍返还系统正在绑定。终于来了，我就知道会有系统。当宿主传授弟子功法秘籍，或者赠予灵丹妙药、天灾地宝等东西时，触发高性暴击，暴击倍数从2倍到万倍不等，倍数越高，概率越小。有意思，那岂不是，如果我收了个徒弟，只要传授他10年，功力就有可能获得10万年功力。随便给他一个兵器，就可能获得一把绝世神兵。那我还怕什么何秀八秀的？等我走上人生巅峰以后，也只能跪舔我。可是徒弟从哪儿来啊？哎，瑶池峰现在穷得叮当响，拿什么收徒，又争什么去送徒弟？绑定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新人大礼包，是否打开？开啊！叮，恭喜宿主获得3品丹药，绝天根骨丹1枚，获得100年功力。3品丹药，100年功力，我终于筑基成功了。师父，您放心，您的心血，我一定会守护到底。人靠衣装，马靠鞍。今天是和未来徒弟的第1次见面，当好好打扮一番。徒弟，我来了。林峰主好。齐峰主好。怎么不见瑶池峰峰主来？难道是怕了？没事儿，等这次收徒大典后，就把他弹劾了。这种孬种，凭什么做峰主？就是，简直丢我们太玄天宗的脸。今天之后将再无瑶池峰，只有我碧池峰。瑶池仙子，呸！瑶池峰峰主楚风到。啊，这是楚风？这楚风怎么看上去和以前不一样了？
宗主好。不必拘礼。楚峰主，别来无恙啊！啊，林峰主好。楚风，你眼瞎吗？没看见我？哟，原来何峰主也在，是我眼拙了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楚风，你要是入赘到天灵峰，我可以对你网开一面。哦，何峰主要怎么网开一面？只要你入赘天灵峰，即使今日未能成功收徒，我也能保你峰主之位。是啊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入赘，恐怕不行。但是，这楚风今天是怎么了？气场怎么突然这么强大？何峰主资质不错，我可与你结为道侣。楚风，你这是在折辱我！你彼此。正午已到，我太古仙宗收徒大典正式开始。楚峰主，你给我等着！哼！哎，你们准备去哪个门派啊？那还用说，肯定是去天灵峰啊。反正啊，不去瑶池峰，瑶池峰峰主自己就是个孬种。天灵峰，瑶池峰。所有人依次将手放在测试石上，测根骨，只有中等以上根骨才能进入下一轮选拔。开始了！10号，根骨下等，不合格。叶倩，根骨下等，不合格。下一位上前。每年收徒大典，大部分人都是下等根骨，中等根骨已是罕见，上等根骨更是寥寥数人。竞争太激烈，那些弟子根本不会来瑶池峰。这样下去，怎么有人还没收到徒弟啊？眼下只剩最后一位了，我看楚峰主还是早点退位让贤吧。你急什么？不是还有一位吗？楚峰主，你现在就和宗主求情，破格录取个下等根骨的徒弟，比现在嘴硬更好使。叶清晨，根骨中等。诸位峰主，你们可有人愿意将叶清晨收入门下？这个叶清晨呢，根骨有损伤，未来成就有限。是啊，他还身受重伤，有暗疾。可恶！若是不能拜入太古仙宗，天魔教恐怕不会放过我。原来叶清晨曾是赫赫有名的邪教天魔教的圣女。原来叶清晨曾是赫赫有名的邪教天魔教的圣女。天魔族为讨好太玄九阴宗，欲将叶清晨嫁去，叶清晨誓死不从。我叶清晨宁死不嫁。天魔教勃然大怒，派天魔族诛杀叶清晨。叶清晨四处躲藏。圣女大人，你还是乖乖投降吧。你敢偷袭我，天魔教不会放过你的！看来我已经没有退路。既然邪教容不下我，那只能……圣女在这儿，快追！诸位峰主，没有人愿意将叶清晨收入门下吗？难道这就是我的命吗？我愿意。楚风，我知道你为了峰主之位收徒心切，可叶清晨根骨受损，需要3品以上的药物方能修复，你又何必如此？区3品丹药，我正好试试这系统的威力。难道他要反悔了吗？宗主，我再说一次，我愿意。叶清晨，我实力一般，修炼知识也有限。哼，这楚风不光实力不行，脑子也不行，这不是劝退人家吗？但我还是想将你收入门下，你愿意吗？在天魔教待久了，
竟不知这世上竟有如此真诚之人。我愿意。终于能试试系统的威力了，不知道3品丹药能返还什么？慢着，叶清晨，你可有兴趣拜入我门下？只要他脑子正常，就懂得如何抉择。抢人，想抢我徒弟，罢免我封主之位。你若拜入我门下，这枚1品气血丹归你。哎呀，一来就送丹药，何封主的好意心领了，但我愿拜入楚封主门下。你说什么？哎，他怎么选择了楚风啊？这开的条件也太丰厚了吧！我拜入楚封主门下。为什么？我与楚封主有缘。瑶池封收徒没有繁文缛节啊，称我为师尊即可。叶清晨，拜见师尊。从今日起，我楚风也是有徒弟的人了。这枚绝天根骨丹算作见面礼。瑶池峰何时这般阔绰？3品丹药就这么送人了？此丹太过珍贵，我不能收。张嘴！金光显现，这是上等根骨。早知如此，我定要抢人！哼！师尊对我真好。这个徒弟收得值。以后我罩着师尊。你这是让我吃软饭啊？师尊非要这么想，我也没办法。其实我胃挺好的。系统提示：是否进行暴击返还？返还！哈哈！叮！恭喜宿主触发1000倍暴击返还，获得6品丹药重生造化丹。1000倍返还，6品重生造化丹。太古仙宗6品丹药不超10指之数，这可是顶级品相的重生造化丹啊！师尊，你怎么了？这小妮子不会以为我在想那种事吧？清晨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师尊，我理解。楚风，恭喜你获得根骨上等的徒弟。托宗主洪福。3个月后18方比试，若再垫底，宗主放心，这次定会一鸣惊人。哼，光靠1人可不够。这小妖精，这是你师祖瑶池仙子。师祖他被困生命禁区，等我去救。生命禁区，九死一生。6品重生造化丹，太珍贵了，师尊自己服用。师尊大恩，清晨永世不忘。上穷碧落，下黄泉，师尊所指，万死不辞。快吸收药力吧。叮，检测到宿主利用系统漏洞。果然不能无限套娃。叮，宿主赠送重生造化丹，是否暴击返还？叮，恭喜宿主触发3000倍暴击返还，获得8品丹药阴阳龙皇丹。八品丹药！远古时期，秦国公子得此丹成始皇，觉醒龙皇圣体。非礼勿视，但多看2眼能提高免疫力。这莫非是红莲液体？真是没想到，清晨带给我这么多惊喜。师尊，你看到了吗？我觉醒了红莲液体。清晨，我看到了，先送上。师尊，不好意思，我太高兴了。
以后不好好修炼，我要打你屁股。后山有温泉，先去洗洗。师尊，我没有换洗衣服。先穿我的。人间有物。修炼呢，始于炼气，而后筑基。这些虽知晓，但师尊讲解格外动听。筑基之后是金丹、元婴、化神、炼虚、合体、大成、渡劫。宗主顾红衣是化神一重天，与天魔教实力相仿。今日先讲到这里，明日传你功法。是。阴阳龙凤丹，我来了。宗主，这是问鼎旗，按照你的要求带来了。何秀，你觉得今年哪一峰会夺得18峰弟子比试的第一名？宗主，不是我吹，除了我天灵峰之外，其他峰脉根本没有希望争夺第一。这问鼎旗只是暂存在这里罢了。何秀，去年我们雷凌峰只是输了1招罢了，今年在我的调教下，那帮兔崽子们定能挫挫你们的锐气。何秀，人不能吃太饱，话不能说太满。去年我们醉仙峰失败了，但那是因为本座的大弟子在外执行任务，他可是有一门杀招，修炼时长长达2年半，用来拿你们天灵峰练手，正合适。那到时候就让我们弟子见真章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们说今年哪峰又会垫底呢？这还用说，那肯定是瑶池峰垫底。别看楚风收了个根骨上等的叶清晨，但3个月时间太短，叶清晨实力不会有多大提高，最多炼气5重天封顶，外加楚风对修炼见解不深，很难指导叶清晨。他们垫底无疑。这话我同意，瑶池峰最后一位无疑。遥想当年，瑶池仙子是瑶池峰弟子时，气吞山河，横扫17峰，风光无限。如今楚风接任瑶池峰，此生无缘问鼎旗。就算仙宗18峰设下最弱的2峰，那问鼎旗也不会落在瑶池峰头上。瑶池仙子知道如今瑶池峰的惨状，不知会不会气得从生命禁区诈尸回来。何秀，死者为大，注意言辞。宗主，是我错了。宗主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就先走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难道是我太古仙宗出现异变？还是有邪道突然攻打我宗？空气中没有散发邪气，应该不是邪道进攻。走，我们出去看看。那是楚风所在的瑶池峰，是发生了什么异变吗？去看看。倾城拜见宗主，还有3位峰主。叶清晨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还有这么大动静，你师尊楚风人呢？这我也不知道。楚风在之前瑶池仙子闭关的洞府，去那里看看。是楚风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看来这楚风应该是觉醒了某种圣体。这怎么可能？他可是沉寂了这么多年。也可能是楚风得罪了真龙凤凰，现在正在遭受天谴。拜见4位长老。红衣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李长老，应该是这楚风
正在觉醒圣体。啊，楚风，就是瑶池丫头收的那个徒弟。是的。不对呀，我记得楚风这家伙天赋平庸，怎么可能会觉醒圣体？仙宗人不骗仙宗人，我能感觉到楚风身上有莫名的威压。圣体跪拜！天哪，这是圣体跪拜！看来还是瑶池仙子看人准确。唉，老了，看人不准喽。雷长老，你知道楚风觉醒的是什么圣体吗？应该是圣体榜排名第64位的龙凤祥体。筑基2重天，筑基3重天，筑基9重天，金丹！一日游筑基入金丹，栖霞镇的说书人都不敢这么说呀！与楚风相比，我们好像是废物呀。可以把好像去掉。金丹1重天，金丹2重天，金丹3重天，金丹4重天！这楚风是怪物！怪物！诸位，你们要是再这么盯着我看，可是要收钱，加钱的。楚风，你知道吗？你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啊，老实是自恋。哼，我辈修士都是豪爽之人，看你两眼怎么了？就是，小楚风，看你两眼怎么了？又不是没看过你。这个女流氓。说回正事，楚风，恭喜你觉醒了龙凤祥体。大，真大，有容乃大。楚风，恭喜你！看来瑶池仙子的眼光不错。若能安然成长，未来成就不可限量。我觉醒的可是龙皇圣体。听说楚风觉醒圣体了，金丹4重天，比我们还强。楚风，我技痒难耐，饶你切磋几招，如何？元婴7重天要打金丹境。楚风，你不要急着拒绝。我知道我们实力差距巨大，我会把实力压制到金丹4重天。李长老，比试可以，但你不用将实力压制在金丹4重天，金丹5重天更合适。啊，这小子疯了吗？越级挑战，不可能，太过狂妄。楚风，你真以为觉醒圣体就无敌了？何秀，你家住在海边，什么意思？管得真宽。何秀吃瘪，真少见。楚风，你确定要让我将实力控制在金丹5重天？如果说我将实力压制在金丹4重天，你还有一丝获胜机会；而我将实力压制在金丹5重天，你根本就没有获胜机会。李长老，我确定以及肯定让你将实力压制在金丹5重天。那好，楚风，到时候别被我一招打哭，损了道心。李长老，如果我们这样干比试，似乎有些枯燥。楚风，你想说什么？不如我们为这场比试的输赢增加一些彩头。这是3品的黑渊剑，采用深海玄铁打造而成。3品的武器，我现在用的还是1品宝剑。黑渊剑，李长老大气啊！楚风，该让我看看你的彩头了。李长老，瑶池峰资源被瓜分，我囊中羞涩。没有彩头，楚风，你这是想白嫖？哎，我赢了才叫白嫖，输了不算。我赌楚风主飞出6掌。
我压3丈。这楚风要是能赢，我将盒子倒过来写，就当看猴戏。师尊，小心不要受伤。仪式开始，你准备使用什么术法？折眉手。哎呦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这楚风是怪物妖孽吗？这真是让人难以相信呢。仙宗大有人才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。不愧是我师尊。楚风，你够变态的，我虎口差点裂了。承让。这不可能，一定是李长老在放水。狗屎运！他是你的了。检测到宿主获得3品武器。楚风，你够变态的，真的越级将我打败了。你绝对是我活到现在见过的天赋最强之人。李长老，看来我只用80%力是对的，不然你大意之下真会受伤。哎，不用了，我可没有多少好东西了。清晨，过来。这楚风也太大方了吧！那可是3品黑渊剑，就这么给叶清晨了？我整个人都要裂开了。师尊，这黑渊剑太珍贵，你还是……清晨，你是我弟子，这黑渊剑再珍贵，也没有你来的珍贵。楚风刚刚只用了80%力，这也太打击人了。楚风，我只想说一句，你不是变态，你是大变态。李长老，那我就不客气了，以后我们可以多多切磋。哼，真是师徒情深啊！叶清晨，你别太感动，你师尊心机可深着呢。他赠你黑渊剑，不过是为了想让你在3月后18封弟子大比时取得一些成绩，不用垫底罢了。要是今年比试你师尊楚风的瑶池峰又是垫底，那我们就有资格提议罢免他封主之位。如果楚风是为了3月后的比试着想，似乎就能理解他为何将修炼资源都砸到叶清晨身上了。是啊，我们虽然也疼爱门下弟子。诸位封主，你们喜欢吃甜萝卜还是咸萝卜？叶星辰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咸吃萝卜淡操心。诸位封主，师尊赠我黑渊剑，是我们瑶池峰的家事，不用你们妄加非议。狂妄！叶星辰，你不过是瑶池峰一个小小的弟子，也敢对我们这群封主这么说话？哼，以为自己有些天赋就了不起了，不知道尊重宗门长辈吗？要我说，这叶清晨冲撞封主得严惩，禁在寒潭7天。诸位，我觉得清晨说的挺好，有什么不满，冲我来。楚风，别以为觉醒圣体就了不起。别忘了，你还只有金丹4重天的实力。我楚风还有瑶池峰的事，不用你们妄加议论。我们之中实力最差的都是元婴1重天，对付你也就比碾杀蚂蚁难些。叽喳喳吵够了没有？都给我滚回各方！是。传闻仙宗最深处的强者才是真正掌权人。楚风，他们那些话别往心里去。这群人听惯奉承话，稍不顺心就乱发脾气。我就当他们放了个屁。叶清晨虽有黑渊剑优势，但境界太低，仍可能垫底。实在不行，就别当封主了，来我这儿当执事。师尊传我的位置，必须守到最后一刻。两人内心认定，瑶池仙子已陨落。记得寻找龙凤类功法，仙宗库房里没有这类。麻烦宗主费心。快去睡吧，熬夜伤皮肤。师尊放心，3月后大比绝不让你失望。该试试系统返还了。丁，宿主成功赠送3品黑渊剑，是否暴击返还？是。5品武器，不错。若用返还的剑换同品武器，再赠送。宿主，
收起你肮脏的想法。系统还挺聪明。师尊，您若看见，定会欣慰吧？待我修炼有成，定去生命禁区寻你。问鼎旗，瑶池峰的遗憾，我定会培养清晨，夺回问鼎旗。师尊，等我。清晨，楚风主，是我，杂物堂的王月。杂物堂副堂主王月。那王副堂主吃我豆腐可不好。杂物堂副堂主王月。那王副堂主吃我豆腐可不好。我加钱。皇副堂主，有事说吧。我担心楚风主繁忙，就斗胆将叶清晨仙宗的袍服送来了。这杯储物戒送你。师尊早，不知这位是谁？这是杂物堂的王副堂主啊，这是清晨，你可能见过。王副堂主好。清晨，你好。师尊可能要传授我本领呢，不太方便有外人在场。就算我拜入楚风主门下，那我也是你的师姐，因为你还小。师尊，我其实还有发展空间的。这储物戒送你，方便你以后存放东西。丁，宿主成功赠送一枚下品储物戒，是否进行暴击返还？是。触发100倍暴击返还，获得上品储物戒1枚。师尊，你对我真好。这2件袍服也给你。丁，宿主成功赠送2件道袍，是否进行暴击返还？不进行暴击返还。清晨，坐下。是。功法的划分与术法相同，从低到高分别是不入品、1品，最高为9品。别看这青天造化诀只是2品功法，但在我太古仙宗，只有各峰重要弟子才能修炼。你掌心与我掌心贴在一起，我带你熟悉运转路线。哎，师尊，我才将实力提升到炼气5重天，是不是很差？清晨，你知道自己说这话容易挨揍吗？师尊，这么说来，你第一次修炼这青天造化诀，进展非常慢。这话你不说出来，咱们还是好师徒啊。瑶池仙子传授青天造化诀时，曾引导灵气，因资质一般，楚风初次修炼时差点走火入魔，危急时刻被瑶池仙子放入寒潭解救。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。宿主成功传授2品功法青天造化诀，是否进行暴击返还？是。恭喜宿主触发5倍暴击返还，获得准3品功法大天造化诀。5倍暴击，这是我得到系统后迄今为止最低的暴击返还。大天造化诀确实精妙，灵气路线多了好几条。师尊，你这青天造化诀虽然不错，但它属于通用性功法，而我觉醒的是红莲液体，可能火系功法会更加相配。师尊，莫非你没有火系功法？这个好像真没有啊，不过我们可以去功法殿看看。师尊对我最好了。清晨，别咬了，再咬要断了。宗主，楚风，
我记得美离峰的峰主每年都能去功法殿取一门3品以下的功法。不错。宗主，那我现在可以去功法殿取吗？我看你在御剑飞行，是在前往功法殿的路上了吧？还用得着问我吗？还是宗主明察秋毫，我这不是担心在取功法的过程中会出岔子吗？楚风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忽然想起来，今年天灵峰可能会占据你们瑶池峰领取功法的资格。哦，那如果到时候我领取功法时遇到了麻烦，例如正好和天灵峰的人起了冲突，楚风，属于瑶池峰的资源就是你瑶池峰的，我顾红衣为你撑腰。宗主，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楚峰主好。等等，何管事？拦我做什么？我要进功法殿领一门火系功法。楚风，你可没有领取功法的资格。为什么？瑶池峰没落，资源自然要分给其他峰脉。哎呀，楚峰主，真是不好意思，用你们瑶池峰的资格领取了一门功法。王云，我瑶池峰的东西不容他人染指，劝你赶紧归还。我要是说不呢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3、2、1。方云，既然你不想归还，那我不介意帮你归还。楚风，你个混蛋，竟然敢对我出手！你不知道我师尊是天灵峰峰主何秀吗？你尊卑不分，恶意抢占我瑶池峰资源，就算你师尊是天王老子，那又如何？天哪，楚风竟敢打王云！大胆！楚风，这里是功法殿，不是你的瑶池峰，容不得你藏眼。无故殴打王云，你信不信我去宗主那里告你一个不辨是非、以大欺小之罪？哼，楚风，别说我不给你机会，你现在立刻将手中的功法还给王云，鞠躬道歉，然后明日再去天灵峰一趟负荆请罪，我就可以帮你说说情，将此事压下。要是我说不呢？那我现在就为王云做主，打断你的手骨，再将今日之事上报宗主。怎么会这样？哇，楚峰主真猛啊！店主，你终于来了，可要为我们做主啊！这楚风目无宗规，对王云和我狠毒出手，店主快出手将这楚风擒下，交给宗主从严发落。请店主，楚风仗着峰主身份蛮横，不顾同门之情，对我等下狠手，行为恶劣，还请齐店主出手，保全功法殿威名啊！你们不用颠倒是非，我在上面看得很清楚，你们被收拾，完全是咎由自取。姓何的，从今日起，你不再是功法殿管事，以后就负责看守功法殿的大门吧。宗主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楚风他以大欺小。楚风前往功法殿领取功法，与我打过招呼，是你们有错在先，被打伤的手骨就当教训吧。王云，你不明事理，阻挡挑衅瑶池峰峰主，罚没你半年修炼资源。而何管事，你也是老糊涂，同样罚没你半年修炼资源。既然你嫌弃看守功法殿大门不好，那你去山门看守仙宗大门。小楚峰主，不愧是我太古仙宗冉冉升起的新星，前途不可限量。秦店主过奖了，这是王云之前用我瑶池峰的资格领取的木系功法，现在还给你。我想领取一门3品以下的火系功法。小楚峰主，这是一门2品的火系功法，名为地火烧天诀，
正好给你。多谢。师尊，这秦店主倒是个好人。好人？未必。这家伙就是一个老阴逼。什么？秦店主是老阴逼？如果这秦汉是好人，他早在我刚刚抵达功法殿的时候就会出现，不会任由我和王云和管事的矛盾不断升级，最终爆发。而且，清晨你不觉得奇怪吗？我刚对秦汉说领取火系功法的事情，他就正好拿出了地火烧天诀。或许清晨你会说这是巧合，但我可以肯定告诉你，不是巧合。从我们抵达功法殿的第一时间，我就感觉有一道若有若无的目光落在我们身上。结合最后秦汉那么巧地拿出火系功法，他其实从一开始就在暗中观察我们。好厉害的分析！还有，清晨，你不要以为秦汉一开始废掉信和的管事之位是在帮我，他有自己的小算盘。据我所知，秦汉与何秀有矛盾，那姓何的就是何秀故意安插在功法殿的眼线。秦汉废掉姓何的，只是想借着我这件事拔掉眼线罢了。师尊，别看太古仙宗是正道，但那里的斗争一点也不比魔道、邪道来的差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很多魔道、邪道内部有矛盾后，就直接动手，心眼不算多。可正道之人，心眼明显多了不少。光秦汉一人就可能有800个心眼。清晨，听你这说法，莫非你以前在魔道、邪修待过？不是，是我以前比较喜欢看书，从书中总结出来的经验。尽信书不如无书，实践出真知嘛。清晨受教。清晨，这地火烧天诀是从天书学开始，然后经过丁，宿主成功传授2品功法地火烧天诀，是否进行暴击返还？是。恭喜宿主触发20倍暴击返还，获得3品功法赤焰天火诀。师尊，你的脸色怎么有些难看？是清晨修炼的不对吗？不是，是为师腹中不适，想去方便。咦，师尊，沉沦未散，小心别掉进去啊！清晨，你可真是为师的好徒儿啊！清晨，这是为师在你瑶池师祖的洞府发现的3品火系功法赤炎天火诀，可能更适合你。3品火系功法，不错不错，不愧是3品功法，实力提升明显。若是再有实战的术法磨练，想必整体实力会更上一个层次。清晨，今日呢，你再熟悉熟悉赤炎天火诀，明日传授你太古仙宗的术法。这楚风欺人太甚，居然打我天灵峰首席弟子，活腻歪了！谁给他的勇气？师尊，楚风目中无人，现在就敢对我下手，还有那功法殿店主秦汉也不能放过，他也不是一个好东西，以后说不定就能直接对你下手，我们必须要给他一个教训。小云，走，跟我去瑶池峰，为师这就去打断楚风手脚，帮你讨个公道。好，坐下。二叔，那楚风都要骑到我头上来了，就这么放任不管吗？何长老，如果这次不收拾楚风，恐怕他往后的气焰会更嚣张。不要自作聪明。什么？宗主已经知道这件事情？小秀，你若真去收拾楚风，恐怕会惹得一身麻烦。王云，
师尊，我错了。现在楚风觉醒龙凤响体，在宗主眼中价值大大提升。二叔，还有那秦汉也不能放过。秦汉不过是个擅长盘算的老鼠罢了，时机成熟，我连他的命一块儿取了。二叔，江家的人已经去往大泽山。好，那件事情成了，说不定我能迈入化神境。楚风后天要带叶倾城下山。二叔，历练向来危险。的确如此，我们仙宗也有不少人为此丧命。清晨，为师今日传授你术法：七辰玄关，二后入天窍穴。师尊，这次我独自试试。丁，宿主成功传授一品术法折眉手，是否进行暴击返还？确认。触发100倍暴击返还，获得3品术法奔雷手。师尊，好快好强的手法！不要激动，基本操作罢。师尊，明日我就要跟着你下山实战，不知去哪里。大泽山的外围最适合历练，盘踞着大量炼气筑基的妖兽。顺便调查前阵子妖兽霍乱的原因。一切听师尊的。对了，清晨，时间还早，不如我们做些有意义的事情。有意义的事情。清晨，你现在已有炼气7重天的实力，身体的承受能力应该不错吧？身体承受能力不错，莫非要做那种事情？师尊，清晨的身体一直都挺不错的，可现在是大白天，合适吗？清晨，白天做这种事情比晚上更好。一切听师尊的。清晨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不用脱衣服。师尊，你竟然还有这种爱好！清晨啊，你在想什么呢？为师想要传授功力。传授功力，刚才的想法真是羞耻。师尊，传授我功力的话，短则几十天，长则数年，你都白修炼了。清晨，不值得你这样做。清晨，我是你师尊，对你做什么都是应该的。将双掌给我。好吧。先试探他的承受能力。师尊，慢些，温柔些，清晨身体要承受不住了。好。炼气9重天，师尊。清晨，感谢的话就不用说了，先歇息。师尊，我腿麻了。丁，宿主成功传授10天功力，是否进行暴击返还？是。触发50倍返还，获得500天功力。1年半不到，提升3重天，不错。清晨，出发前往大泽山。师尊昨天太粗暴了。确实用力过猛。好剑，至少5品吧。一般，不过才5品罢了。师尊体会装逼。清晨，上剑。
师尊，在此歇息。这些家伙跟了这么久，终于要动手了。跟上！真刚大人，午夜已到，那楚风、叶星辰应该放松警惕了。我们动手！动手！选！难道楚风、叶星辰发现我们，提前跑了？周围都有我们布置的阵法，楚风、叶星辰要从其他地方逃跑的话，一定会被我们发现。清晨，刚刚这一剑你看清楚了吗？师尊，老实说我没看清，你出剑速度太快了。出剑不仅要快，还得要稳狠。师尊，以后有的是教导我的机会，眼前这些是天罗地网的杀手，你小心对付。清晨，最多1刻钟，我就能解决战斗。哼，区区一个金丹4重天的楚风，不逃，要与我们正面硬刚，真是找死！哼！这楚风真的只有金丹4重天的实力吗？这怎么可能？我的可是3品宝剑！楚风，我先折断你徒弟叶星辰的双腿！再打断他的双手，挖出他的眼珠！敢对清晨出手，你找死！好快的速度啊！师尊，清晨，哭哭啼啼可不美啊！清晨，你先让为师把这些杀手处理一下。师尊，他们不是死了吗？万一我失手，他们假死。师尊平日里人畜无害，骨子里却这般狠辣。不知这储物戒中会有什么东西？嚯！这本古籍是什么东西？摘星鬼步，这是身法类的术法。哇，真是刚打瞌睡就有人送枕头啊，妙哉！清晨，这摘星鬼步还算玄妙，你留着研究，有不懂就问我。多谢师尊。宿主成功赠予2品术法，是否进行暴击返还？是。触发250倍暴击返还，获得4品术法3000天雷步。4品身法足以傲视太古仙宗。师尊，可这是谁雇杀手？还能是谁啊？不就是那个女人吗？天灵风和秀。整个太古仙宗只有她与我矛盾最深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暂且记下这笔账，有机会就找何秀报仇。清晨，要记得，人不狠，战不稳，对任何敌人都不能手软。清晨来自哪里？绝不能暴露生女身份。哦，有难言之隐吗？若我隐瞒事情，师尊会生气吗？不会，每个人都有隐私，况且清晨这么可爱，定有苦衷。师尊真好，以后定会坦白。这丫头来历神秘，莫不是圣女公主？小秀，有动作了吗？已故天罗地网的杀手刺杀，此刻定已砍下他们的人头。天罗地网出手，绝无活口。二叔，天罗地网来消息了。
楚风叶倾城的脑袋被砍下来了吗？任务失败，真刚以及刺杀小队的其他成员全部死亡。什么？任务失败？啊？任务失败？是不是你们派出的人不行？何秀，不要怀疑我们天罗地网的办事能力。这次刺杀楚风、叶倾城，我们派出的是刺杀成功率100%的真刚，他的实力是金丹5重天巅峰，面对金丹6重天修士也能轻松一战。如果那楚风只有金丹4重天，任务肯定成功。失败的原因就是你提供的消息错误，楚风不是金丹4重天的实力。二叔，难道这楚风的实力又有了突破？楚风觉醒了龙凤祥体，修炼速度不能按一般天才判断，外加他已经引起那帮老家伙的注意，或许那些老家伙对他思乡授受，实力出现猛的提高也不是不可能。二叔，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继续让天罗地网进行刺杀吗？如果我是楚风，这大泽山是最适合叶倾城历练的地方。小秀，你将楚风、叶倾城的画像传给江家之人，让他们找机会截杀这2人。好。师尊，还有多久我们才能抵达大泽山？穿过前面的山头就应该到了。哎，倾城，你好歹也是炼气9重天的实力，我御剑速度也不算快，你能不这么死死地抱着我吗？师尊，我真怕掉下去。唉。这位小兄弟，我可是有虎鞭大补丸，要不要试试？保准你晚上龙精虎猛，夜夜笙歌。我需要虎鞭大补丸，看不起谁呢？师尊，我要这个。哟，这是哪家的姑娘，生得这么水灵啊？哦。小妹妹，你是不是迷路了？要不要哥哥带你回去啊？唉，这女子被天火门的少主林岩看中，注定要被糟蹋。嘘，小点声，要是被林岩听到，可会像之前那人死无全尸。笑，你们再笑一个给我看看！哼，小娘们儿真没看出来，你还有点不听话。不过没事，在我的特别教导下，你一定会听话的。王八蛋，敢打我的主意，你这是在找死！臭女人，你不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可是太古仙宗麾下天火门的少门主，未来天火门唯一继承人。哼，那又如何？哪里来的小丫头片子，敢对少主动手？让你看看我老牛的厉害！牛叔，别弄死这个臭女人，让我玩死她！我的弟子，不容你的脏手乱摸！好强！这年轻男子到底是什么身份？居然有这等实力！阁下，你是什么人？我乃天火门副门主之一，哪一位是天火门的少门主？我劝阁下不要多管闲事。我不是什么人，只是这个女子的师尊罢。敢问阁下来自哪里？散修一个。小子，你可能不知道我们天火门，但你应该听过太古仙宗吧？我们天火门的靠山就是太古仙宗。
你识趣的，赶紧让那个臭女人将我家少门主放了，然后你们共同跪下给我们赔罪，不然天火门太古仙宗都不会放过你们。混蛋！你赶紧让这臭女人将我放了，然后让我处置，不然我一句话就能让天火门太古仙宗灭你满门！完蛋了！刚刚看那年轻男子出手不凡，以为是有背景的天骄，结果却是散修。散修面对天火门，太古仙宗根本就没有反抗之力。真没想到天火门会这么威风，区区一个太古仙宗附庸势力的少门主会这般狂妄。我现在就替太古仙宗教育一下。你在干什么？住手！混蛋，给我住手！住手！好，那我就来抽你！住手！给我住手！那是天火门门主林斩，传闻他的实力已经达到了金丹7重天。门主，快救我！这混蛋不仅打我，还将少门主给抽晕了。什么？他还敢对妍儿出手？我要宰了他！小子，没想到你有些实力，我华天手！这人的实力也太恐怖了吧！这小子是怪物吗？阁下，未免有些欺人太甚。不知牛蟒与妍儿哪里得罪你了？你要对他们下如此狠手？哼！阁下，妍儿、牛蟒固然有错，可你也不能这一般下死手。还请阁下将这2人交给我处理。我要是说不呢？阁下，或许你能不将我这个天火门门主放在眼里，但太古仙宗呢？要知道，我与太古仙宗的顾宗主可是好朋友。你信不信我现在就立即联系顾宗主，我一句话就能让你列入太古仙宗的必杀名单中。完了完了，这张狂的年轻人要完了。等林斩联系太古仙宗的顾宗主，这年轻人就会进入仙宗的必杀名单。我听说，凡是入了仙宗必杀名单的人，几乎没人能够活下去。小子，我告诉你，快将牛蟒妍儿交给我，然后你们师徒自断双臂，谢罪。今日之事算是勉强结束，不然太古仙宗就会无限追杀你们。人我今天就偏不给你，你联系太古仙宗，让他们将我放在必杀名单上吧。人我今天就偏不给你，你联系太古仙宗，让他们将我放在必杀名单上吧。这年轻人真是头铁，稍微低个头，废个双臂有那么难吗？没了双臂也总比没了性命好啊！好啊，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天火门门主林斩拜见顾宗主。顾宗主，事情是这样的，有人对我天火门无端出手，打晕我徒子，还有副门主之一的牛蟒，甚至我据理力争都被那人打伤，还请顾宗主为我天火门做主。是谁？顾宗主，就是眼前这个小子，他就是始作俑者。不分青红皂白打伤我儿副门主，连我都险些丧命在他的手下。林斩，你确定你刚刚说的是实话？顾宗主，我刚刚说的字字属实，如有一字为假，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好，好，好。林斩，你可知道你眼前的这个人是谁？顾宗主，
他是一个散修，仗着有些天赋就胡作非为，不将太古仙宗放在眼里，甚至他还出言侮辱仙宗，让人气愤。真是天大的笑话！我顾红衣还是第一次听说，我太古仙宗的宗主会辱骂自己的势力。我刚才听到了什么？顾宗主说了太古仙宗的宗主？是的，我也听到了。这么说，眼前这年轻人根本就不是散修，他是太古仙宗的宗主。太古仙宗18峰之瑶池峰峰主楚风。峰主？顾宗主，你的意思是只想把这年轻人是你们仙宗峰主？原来是楚峰主，刚刚是我有眼无珠，不识泰山，还请楚峰主大人大量，原谅无知老朽。楚风拜见宗主。叶清晨见过宗主。楚风，叶清晨，真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和你们见面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事情是这样的，真是没想到，林展居然会有这种残害少女百姓的儿子，还有不分是非的手下，真是我仙宗的悲哀。是我顾红衣识人不清。宗主言重了。宗主平日处理事务繁忙，怎么能了解所有麾下之人的品性呢？宗主，不知这件事情怎么处理？楚风，根据我太古仙宗的规矩，这天火门已经犯了离经叛道大罪，就算你灭了这天火门，都没人敢说什么。今日之事就交由你全权处理，不管任何结果，我太古仙宗都支持你。好。楚风，我记得那林展有着金丹7重天的实力，而他刚刚说自己差点死在你手里，难道你的实力又有了突破？宗主，我的实力也没怎么突破，也就到了金丹7重天。什么？也就金丹7重天？楚风，你说这话容易挨揍知道吗？你前阵子实力不过才金丹4重天，结果这才几天，你就有金丹7重天的实力了。你是吃了什么大补丸吗？宗主，或许我在梦中吃了10全大补丸吧。楚风，我会将你境界突破的事情禀告上去，或许等你回来，能得到意想不到的好处。现在就先处理林展等人。好。楚峰主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在家肚里能撑船，不要与我这颗小莫计较。这楚府境内是我天火门所有的积蓄，都给你。楚峰主，是我老牛有眼无珠得罪了你，你要罚就罚我一人吧。爹，你来了，快将这散修杀了！不孝子，打的就是你这个有眼无珠的混蛋！你知道这一位是谁吗？他是太古仙宗的瑶池峰的峰主楚风，还不赶紧向他道歉认错！楚峰主，饶了我的狗命，我愿意给你当牛做马。求楚峰主饶命！记住，下辈子别做人。这储物戒自然归我。老板，这簪子多少钱啊？楚峰主，这簪子不用钱，你喜欢尽管拿去。那就多谢了。清晨，送你。多谢师尊，我就知道师尊之人最好了。既然这边的事情告一段落，那我们就进入这大泽山历练吧。一切都听师尊的。柳姨，你觉得刚才那人如何？公主，你是指刚才那个名叫楚风的年轻人？年龄不算大，外加有着金丹7重天的实力，在这里应该算是顶级天才。可若放到我们黎阳神朝，天赋只能算是中等。柳姨，
我不是说楚风的实力，而是说他人怎么样？人？我觉得挺不错的，能仗一位弟子出头。特别是他那一句“我的弟子也是你脏手能碰的”，颇为霸道护短，绝对是一个好师尊。哎，六一，你说我拜楚风为师怎么样？什么？哎呀，六一，你年纪也不大，才500岁，怎么耳朵出问题了？六一，那我拜楚风为师怎么样？不可，万万不可！公主，我们黎阳神朝内强者如云，比这楚风厉害的人数不胜数，有刀尊、剑皇、文圣、大国师，你随便拜哪个为师，都比这楚风强。六一，你刚刚说这话是不假，但他们想收我为徒，不是因为我与他们有缘，而是因为我的出身罢了。其实我的天赋不好，可他们在父皇面前总是夸我天赋异禀，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？公主，让我查查这个楚风的底，再给你建议。好。楚风，太古仙宗瑶池峰峰主，前些年一直没有作为，实力在炼气期。前段日子，楚风觉醒龙凤响起，一日入金丹。当时还有将实力压制在金丹5重天的李长老一战，一招完败对方。在自己没有绝世神兵的情况下，将3品黑渊剑大方赐给弟子叶清晨。什么龙凤响体？这楚风竟然怀有圣体榜第64位的龙凤响体！公主，这楚风确实让人感觉意外。六一，还有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楚风的修炼速度。这等修炼速度，简直就是怪物！我拜他为师，怎么样？还是公主的眼光好，不过可以再观察一段时间。好。清晨，这些东西是从临展的储物界中得来的，全部给你吧。师尊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是不是有所图谋？清晨，为师对你好是天经地义的，你不要想歪。师尊，我感觉你图谋不轨。丁，宿主成功赠送2品术法化天手，是否进行暴击返还？丁，宿主成功赠送1品术法金刚不坏之身，是否进行暴击返还？丁，宿主成功赠送1000下品灵石，是否进行暴击返还？是。触发1000倍暴击返还，获得5品术法化天龙爪手；触发100倍暴击返还，获得3品术法金刚不灭体；触发300倍暴击返还，获得30万下品灵石。师尊，看来我们运气不太好。清晨，不是我们运气不好，准确来说，是你运气不好。这条幼年赤练蛇大概是筑基1重天的实力吧，正好适合你练练手。师尊，即使眼前的赤练蛇只是幼蛇，那也极其危险。你就忍心看我这个弱女子去面对凶恶的赤练蛇吗？好粗暴的师尊，有话就不会好好说吗？精彩！清晨，这真的是你第一次面对妖兽吗？你刚才的攻击简直无懈可击啊！这还不是师尊教导的好。清晨，不要说实话嘛。对了，这赤练蛇身上有不少好东西，将它分了。楚风主，叶清晨，你们也在这里。原来是齐凤主，真巧啊。楚风主，这是王申，是我门下第3弟子，是我门下的时间不算久远，但实力
却达到了炼气8重天。楚风主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是在故意炫耀我教导弟子的水平。王参拜见楚风主，见过叶师妹。以后叶师妹如果有修炼上不懂的地方，可以来问我。叶师妹，修炼之事需循序渐进。2个多月的时间，想将实力提升到太古仙宗的平均水平十分困难。如果2个多月后的18峰大比上遇到你，王师兄我一定放水。王参，你师尊我可还在这里呢。不过看在我们与楚风主叶清晨有缘的份上，你确实应该放水。麒麟真巧，你也在这儿。乔凤，是你，好久不见。麒麟，你可是好一阵子没来补天教找我了，难道我们是虚假的姐妹？嗨，乔凤，你这说的是哪里话？我们姐妹情比金坚，只是还有一段时间就是18峰大比，我得为那个做准备。这段时间正好带王参来这大泽山历练历练。麒麟，这2个人是谁？这是我太古仙宗瑶池峰的峰主楚风，还有这位是楚风的弟子叶清晨。楚风，我倒是有些印象，太古仙宗18峰常年垫底的峰主。楚风，我有话直说，这叶清晨看起来聪明伶俐，而你的实力悟性一般，收他为徒，完全是耽误人家，倒不如将他让给其他峰脉。乔店主，你选择道侣的标准是什么？这个嘛，当然是长得帅、实力强。不对，这是我的事情，你一个小娃娃管得着吗？乔店主，同样的道理，我师尊会不会耽误我？与你何干啊？你是太古仙宗弟子，好没礼貌，不知道尊重长辈吗？尊重是给该被尊重的人，不是长辈一定就得被人尊重。你，乔凤，你刚刚说的话可能有一部分是错的。什么意思？这楚风在前段时间觉醒了龙凤祥体，前途无量。什么？龙凤祥体？那可是圣体榜排名高达64位的圣体，麒麟你确定？千真万确。当晚我亲眼在瑶池峰上目睹龙凤虚影环绕楚风。觉醒圣体是厉害，但教导弟子，就不一定行。乔店主，你是学太极的，怎么阴阳怪气的？不如让我们的弟子比试一番，看看谁的教导本领厉害。楚风，你确定？你不过才当了几天师尊，也敢与我比教导的本领？楚风，你年轻气盛，对于乔峰有些话听着不舒服，也属正常。可是你让叶清晨与凌月进行比试，这纯属找虐，你会丢脸的。楚峰主，3思啊！叶师妹才拜入你门下没几天，实力一般。齐峰主、王参，你们不要着急，在一旁静静的看着就是了。麒麟，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会让凌月注意分寸。但你也知道，拳脚无险。师尊放心，3息之内解决战斗。乔店主，如果只是这种弟子间的单纯比试，未免有些没意思啊。楚风，你什么意思？难道你我也要切磋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为了更好的激励2方弟子，不如弄些彩头。彩头？你这是主动送东西上门呢。乔店主，这是我的彩头，5品武器七海蛟龙剑。什么？5品武器？